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的比较常看到很重要的这一个可逆矩阵，还有符号上的应用的一个叫转置矩阵，因为这边东西蛮多的，我就把它分作很多章节来看，这样哈。好，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来认识定义一下什么叫可逆矩阵。那中文把它换成叫可逆，不是可恶是可逆。中文把它换成叫可逆矩阵。那以后还有一个叫非奇异，很快我们在后面会再慢慢的出现这样。那他们都是同一件事情这样。那先知道个什么叫做可逆。可逆的意思是说因为这边刚开始在写这一本的时候有点啰嗦那其实是意思是说什么叫可逆矩阵。 A 是一个方阵，A 是一个方阵那如果说它存在它的那个环矩阵的话那我们就称作这一个 A 矩阵叫做什么？叫做可逆矩阵那这个 B 呢就是什么？就是它的环矩阵这样好，那环矩阵的部分好像我不能那么快就讲环矩阵的部分要慢慢来慢慢来因为数学有它数学的一个严谨性所以原则上就是说存在一个 B 所以原则上就是说好，我在这边做个简单的整理，就是说 A 怎么样呢A is 什么呢 invertible， 能看出来 invertible 那弱且微弱就存在一个 B使得怎样 AB 等于 BA 等于什么呢？等于单位矩阵这样那当然后面要预告一下，就是说这个 B 可以被写成是 A 的 inverse， 以后后面的预告那后面再说，因为必须要经过一个叫做唯一性的证明唯一性的证明所以我们在做数学的时候还是要非常的严谨那这边就很简单的就是说用例子来说明就好了不要再特辟其他的那个东西这样好，我这边就先把它隔开先就是说先做一个预告。好，假设我随便给个 A1101 有没有？好简单，好，没问题，这个都是我故意制造的一个小例子那为什么那么轻巧？这个后面你们慢慢就会了，我学会了这一个矩阵的这一个后面的那些列印算跟行印算你们就会了。好，那我就故意的举这个例子给你们看好，那给你们看，你们看到1-101这个乘出来以后呢会得到什么样？1001，这是我刻意的制造。好，那我用心算也不是心算的，就是眼睛盯它，那观察一些特征的现象，然后再把它简单的检验一下，没问题，我就抛出来给你们看好，那这个心法在后面就会教你的那为什么可以被看出来那这个当然是还是那句老话，就是说他会用那个所谓叫 raw operation那个叫 elementary raw operation 去做预告，在后面马上要看到的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A 乘 B 等于单位矩阵 B 乘 A 单位矩阵，那我就找到一个 B 有没有？那怎么找那后面就是要来求环矩阵的问题了那这里就先欣赏一下好，说没问题好，所以因此这个你就看出来怎么样呢？这个 A 怎么样呢A is invertible， A 它是可逆的嘞，可逆的，它是可逆矩阵 perfect 好，那这样的话，可是可逆矩阵有一个问题来的，就是我要把它写成是 A 的 inverse， 那也就是说它只有一个才行，因为如果说这个符号代表好多个意义，可能 A 意义 B 意义 C 就是一对多，函数不可以一对多，函数只能多对一那甚至我们这边要一对一好， A 是 invertible name the inverse of A is unique， 它是唯一的是唯一的没有其他的那怎么证明呢？很简单，好，假设我证明存在两个这个方阵使得怎样呢 ？A、B 诸尔的符号你们要开始慢慢写这个我们在数学系那甚至到美国去读书那些老师都还是喜欢用这样的符号来写那这样很简洁我存在两个，假设有两个 B 跟 C 都是它的环矩阵，我要证明它们的唯一性。那这个考试也会考你很多同学写不出来。那 B 的话就等于 B 乘上单位矩阵。好，那我就套一下这个数学公式有没有？我来套一下这个数学公式，把它套一下，没有套一下好，那它就等于 B 把 I 套 A 乘 C。那前面辛辛苦苦证明怎么样？矩阵的乘法具有什么？具有结合性这个入学考题这个好，假如有一天再考的话，你们就不会有问题的
I see， 这种讲你可以看到，所以这个利用结合性把 I 换成 AC， 然后 B 跟 A 的话在前面这个式子里头的话，它等于什么？它等于单位矩阵，所以好简单，好简单，有没有？所以这个你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太简单了哈。但是这个证明，如果说你没有稍微注意一下，考试也会挂了所以 therefore， 你们看出来，因此呢的什么呢？the existence， 这个我们叫存在性，有没有？哇，在做很多工程里面那个存在很重要，不存在你做死也没用。of inverse， 这个环矩阵或环元素的存在的话怎么样？它这里是unique， 它是唯一性，有没有？它是唯一性的，有没有 ？unique， 它是 unique， 有没有 ？unique。那既然是 unique 的话呢，我就敢大胆的给它命名，给它命名，怎么命名？就是说 the inverse， the inverse of A is 怎样 ？is denoted as A inverse， 它就我就可以把它设成是 A 的 inverse 这个符号，那就变简单了所以那这样整个交代就会变得非常清楚了所以这中间严谨性，花一点点小时间去交代严谨性，这是我们读书要有的那问题来了，如果 A 跟 B 是方正，那么两个都是可逆，那 A 乘 B 跟 B 乘 A 呢都是可逆，那我怎么证它？还有呢，这个下面这个数学公式以后常用，要记起来AB 的这个 inverse 就等于 B inverse 乘上 A inverse， 要倒过来 BA 的 inverse 就等于 A inverse B inverse， 那怎么证明？其实我找到就全部都解决了嘛，那 AB 是AB 是 invertible， 所以呢当然这个式子成立，有没有？我检查一下就好了嘛，所以我只要检查第二点，那第一点就存在的嘛，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这矩阵的整法具有结合性，好好用非常好用，有没有看到？那我只证一边就好了一边就不证了那如果你不放心，你考试可以两边都证，有没有？就对了怎么写的那么丑？因为课程设计师一直跟我抱怨我写的太丑，好，乖乖的写，有没有？好，这个也不能，因为这个手写本来就是这一个比较好玩那 BA inverse B inverse 等于 I 要写漂亮一点，速度要变慢的话就要耗掉很多时间，看出来。好，那你当然你这边你也可以怎么样？你说这个排起来不漂亮，好，没关系，就把它排漂亮一点，有没有？让你们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好，那这样的话就正出来了所以整个就没有什么问题那没什么问题的话下面就出现这个常常在考试出现的一个考题我来作为分析给你们看。假设说 A 是一个实数的方正或者是一个复数的方正，那如果说存在一个 k 大于等于2，让 A 的 k 次方等于零矩阵那变零矩阵，那这个零矩阵我们后面会再做特别跟各位做说，它叫做幂零矩阵，用叫做 Nilpotent metric， 后面会再做一个证明说明。那叫我们证明说 I 加 A 是可逆，而且找到它的 inverse。那这种题目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直接找了，所以我们就扛 C 的。那你会问我说，老师，我怎么会知道这个矩阵？好，那待会我教你一个 niche， 一个 niche 去解它，看出来好，我就来考虑这个矩阵 B。好，那当然没有后面那个解题的绝招的话，你大概想不出来这一个的解法。K 减1有没有 ？K 减1有没有看出来？然后再 AD K 减1所以因此呢，我就可以来试试看，它到底这个会不会让它乘起来变成什么？变成是变成单位矩阵，那它就是它的 inverse。点点点，加上什么呢？负1的 k 减1次方。这个式子我们看到，好，那这样的话，我把它稍微的处理一下。
稍微的处理一下哈，这个其实你是很简单呐，我就要把它考试的时候把严谨性写一遍，有没有？我加 a 平方减去点点点，把它写好一点，负 1d k 减1 ad k 减1，有没有？好，那这个式子我们看到，再乘上 i 加 a， 那其实你们把它做一遍就可以知道，很简单嘿。好，因为你在乘的时候，你会先用这个式子乘一遍这一个，那让这个式子乘上这一个，发现可以对消，有没有？对消到完以后，那最后一个是变成 a 什么样？变 ak 嘛？那 ak 等于0，所以它最后等于什么？等于 i，所以我们最后的结果是会等于 i， 先写出来了哈，先等于 i。那这个细节的话，就是你们自己再把它展开一下，因为篇幅有限，我就不再去多啰嗦了哈。好，所以呢，我找到了 i 加 a 的怎么样 inverse 就等于 b， 有没有？那 b 等于什么呢？ i 减 a 加 a 平方，这个减，再加上这边其实是减号哈，再加上负 1d k 减 1a 的怎么样 k 减1，我找到我的 inverse， 所以这个题目曾经在很多的考试出现过。你问我说，老师这个 inverse 怎么找？这个怎么找的？好，我来给一个 niche， 其实很简单，这个又要从大一那边开始看起，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常看到什么大一的那个级数论，有没有？1减 x， 这不是1加上 x 再加上 x 平方再加，有没有？可是你说老师我记不起来，你用泰勒展开式展，那我不是没命了吗？所以泰勒展开式，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很调皮的变1减几，就是说用1减 x 来除1，有没有？那这样变成1嘛，那就变1减 x， 这边就是变成加 x， 再来加 x， 就变加 x 再减去 x 平方，x 平方，那再来就是以此类推，有没有看出来？点点点，就得到我们要的结果出来了。这是很俏皮的一个看法哈，所以这个不难嘿。那加呢？所以这些很常用的这个级数论，你要加的话就变成了，我刚刚我们是看加嘛，加就变这一个，有没有？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咯。那我们的绝招是什么呢？一样，你就一样，就是说好，这个式子能看到，这是我的1这个是1加 x， 好，那我一看用1来，就1加 x， 得到负 x， 所以我就不得不用负 x， 就变成负 x 再减去 x 平方，有没有？因为它1加 x 嘛，所以下来以后就变成加 x 平方，所以如此类推，有没有？点点点一直下去，这个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你看不到下面那个式子，我闪开一下给你看一下，有没有？闪开把它拉高一下，你可以看到后面那个式子，没有问题，就变得好简单这样。好，那这样的话呢，没问题，所以我们教育每次解题都有一个绝招。那这个在很后面，因为大概在这一次的课程不会收录进去，我的课本里面有收录这些东西，那这个便叫做多项式，或者说那一些的那个或级数的那一个这一个行列式，那这个 topic， 那但这边就先看一下就好了。1减 i 的 inverse， 把它看成是 i 除上1减 a， 有没有？那这个就是前面讲过的那个数学公式，把它写出来，有没有？那如果说这个 ak 下去的话，它是那所以这一个的话，它就跑到变成是0了嘛，变是0，看出来，所以这个没问题哈。好，那另外一个这个式子说要教你就是这个 niche， 在考试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把它求出来就是说那考试的时候你能够自己算出来斗到一个那个环矩阵，那谁没办法讲说你作弊，因为那个作弊是放在你的头壳里头那这个就教你怎么样去灵活应用，没有？那这个就变成i 减去，我就单位矩阵，有没有？再加上什么呢？负1的 k ak 再加下去，有没有看出来？但是这个地方 goes 怎样 ？goes to 0， 因为它是 near 10， 所以呢，
最后只剩下这个 turn 跟这个 turn。好，不错不错，用这样的想法，你这个读起书来就会了若于心这样。好，那这样没问题的话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议题，就是说我就来看 A。 你说这老师我已经熟了，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收官的动作，有没有 A12 点点点 AEN。 那关键就是你这些符号轮到你去排版，或者说你写 PPT 报告给人家听，有没有？有没有写好？有没有像行规这样子在撰写？我们看到好，那这边呢有教就是很规矩的把它写一遍，有没有？好，那很明显 A 的转字就等于什么？就等于 BIJ。 那很多同学对这个的看法就会不熟识，它的大小变成 N 乘 M 了，变成 B 新的 DIJ 位就等于这个原来 A 的 DJI 位元这样。那这样的话就伤脑筋咯，就变成 A11 A12 点点点 AEN A21 A22 这个手写是没办法好，这个点点点AM1 AM2 点点点 AMN 有没有？就变回来了，它变回来这样所以这个式子各位注意一下各位注意，有时候写比较快，那有些小疏漏的话，你们就可以到讨论区或刊物区要求怎么样？要求大家给你答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因为那前面都已经讲完了，所以我们赶快把它做一个结论。比如说这个我的 A 是一个 M 乘 N 的不是方程，是一个矩阵。那好了， A 的转字再转字就变成 A 本身，这个大家不用什么证明不用什么证明这样。好，那然后呢，好，我来再看这个式子这个式子的话，就是说可能要稍微，你们拿到讲义可能要稍微勘误一下因为我在写讲义的时候，就是说我会尽量把那个比较重要性的部分把它summarize 下来这样。好，所以可能有时候笔误太快了这个会造成我那个撰写上面的一个小 trouble。好，那第二件事情一样，我练 AB 呢，我这边好像有点小 trouble我看一下。好，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好，这边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好 ，AB 就是说都属于这个 F 的 M 乘 N。好，然后呢，A 加 B 的转字就等于 A 的转字再加上 B 的转字。这个好简单，好简单，所以不用证明。那下面这个式子大概也不会证明因为它会常用，而且不难就是说你怎么证明，可能要动点脑筋一下因为每次我篇我都录得过长所以这一个课程设计师跟你们看起来可能会稍微累一点点但是这个都是研读后面的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好，我给两个矩阵，一个是 M 乘 N， 一个是 N 乘 P。 好，那问题是 A 乘 B 可不可以成立？可以。好，他们中间的角是 N， 它的转字注意公式注意一下公式，能不能看出来 ？AB 相乘的时候变成是一个 M 乘上 P 的矩阵，那它转字以后就变成是 P 乘上 M 的矩阵。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数学公式那这个公式同学就稍微把它记一下咯，那第二个一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式。那这个公式它必须本身是方正。那还有 A 本身怎么样 ？Invertible。A 是 invertible， 看出来 ？Invertible。好，我越写越乱，好，伤脑筋，好，重要公式来喽 ！A 的 inverse 再转字等于 A 的转字之后再 inverse。
就那么简单，就那么简单，就那么简单。但是这个常用的2大数学公式，这2大数学公式在玩我们 linear algebra 跟很多的那个工程方面的论文都会看到它。那如果你用错会被人家笑死。有时候不小心换座位也无所谓的啦。好，把东西把它表现好最重要。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随便给2个例子给你们看一下，有没有？比如说，我今天我给了一个 A， 尤教授又来了，没关系。好，4、5、6，你看这个是一个2乘3的矩阵，要跟你们讲的是它矩阵的大小，它就会把第1列变第1行，第2列变第2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式子是变成3乘2，3乘2，特别小心，你们特别小心。所以这个没问题齁。那第2个例子，如果说我今天给你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例子，你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复杂的例子也没有复杂啦，就是说我给你一个 A， 它是一个2乘3的矩阵，给你一个 B，它是什么呢？它是3乘上4的矩阵。然后呢，那你看 A、B 相乘，那等于他们乘完以后，它是什么？它是2乘4啊，有没有2乘4？没有错。那最后的再转至变成4乘2，没问题。好，那然后呢，你看它等于 B 转至 A 转至，所以转至完以后，这个变成4乘3呢，这个变成怎样？3乘2，所以最后变成什么呢？4乘2，没问题。所以这个一般在做这一个计算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它的那一个运算符号的那个连接性，这样。所以这边都是很简单的观念，但是符号的严谨性，同学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一直讲过说这一个整体的符号的那一个运转有没有？整体符号的运转，好，我来赶快帮各位做一个简单的那个 ending， 这样。好，赶快做个 ending。所以这些例子都很简单。所以就是给同学一个 advice， 就是说符号的表现你有空还是动手去把它自己撰写一遍。因为符号如果光看的话，最后换你自己表达，在表现的时候呢都会写不出来这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因为我给的例子也不多，那当然我最近的课本又在改写，那课本里面有几百题的题目在里头，如果大家做起来就会比较轻松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先入门把符号先弄熟，先把符号掌握以这个了然于心，这才是最重要的。好，这一节就先录到这边。